哎呀，红彤彤的高粱，红彤彤的日子啊，哈哈，又是个大丰收！嘿，嘿，哎呦！嘿嘿嘿嘿嘿。老鬼，我上你这儿来，这好歹也算个客人吧。你就是不端茶倒水，你总得给个好脸吧？啊？你有脸接吗？你给我脸，我就有脸接。那我要是不给呢？给啥接啥。有话说，有屁放。那既然你想放屁，那我也拿屁股接。那我就说屁话了，怎么了？你说一个我听听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你找事儿是吧？别来这一套，你不是在找事儿吗？啊！来，傻不傻呀？啊，啥岁数了你还跟我玩这个呀？啊，老滚，我就奇了怪了，这么多年了，你这臭脾气不能改一改吗？我为什么要改？挺好的这样。有意思吗？心平气和的，你想一想，老滚，这么多年我是不是第一次上你家？这么多年我是不是第一次这样跟你说话，牙都露出来？这么多年我是不是这么低三下四的，一口一个老滚的叫着？你干啥呀你？给脸不要脸呢？你才不要脸呢！那得看对谁了。这么多年你心口窝子的这口气，一直没有滚！老滚！哎呀，改不了，改不了，改不了啊！老麻大哥，你来了呀！妈说了，您怎么来了？来，上午先喝茶去。哎，他来干啥呀？你俩没事吧？别管，把这个给你爸爸，给我爸。再坐会儿。哎呀，老麻大哥，你走了呀？哎，慢点啊！哎，再来啊！哎，什么呀？不知道，说给我爸。哦，哎呀，你看看你，人家来给你送东西的，你真是。他能送我什么？老妈子，哎，你耍我呢？你呀，这吼什么呀？这创新啊，是不容易。哎，你们有没有想过换一个地方去走秀呢？换一个地方啊？哪样意思？你看啊，艾草直播的时候是不是老换地方？你说他是为了那样？他说因为景色美，可以吸引流量。他要是为了景色美，他就盯着一个最美的地方一直直播到底，不就完了吗？那你认为是新鲜感呀？我觉得新鲜感啊，跟你们所谓的创新有异曲同工之妙。然后呢？我还没想好啊，我就是瞎说一下。那有没有可能你们在江边办这个走秀，甚至把这个舞台搭到江面上，在江里面走秀？在江里面走秀？啊，你真是胡说！不是我就是那个意思。就你想想看，你们换了一个新鲜的地方，那你们也觉得新，游客也觉得新，网友也觉得新，那不就是创新吗？新地方新感觉，倒是有点意思。对嘛？
哎呦，看把你高兴的，啥事儿啊？烫壶酒，炒俩肉菜，陪我喝点酒。啥事儿这么高兴？医生没看见刚才我把那老滚气成啥样啊？要不是叶梅和常普拦着他，他就会把我吃了。哎，没吃着，没吃着，还就是没吃着。什么叫没吃着啊？听我说，你人家老滚干嘛呀？这2个孩子刚刚好，这老滚还没同意呢。你不想抱孙子了？不喝酒了，菜也别炒了，我进屋冲个凉。冷静冷静。冲个凉，你倒教你我冲个凉吧。哎，什么？不，这哪个意思嘛？哪个意思？这不是耍我吗？爸，我说那麻叔他没这个意思。哎呀，你是了解老麻的，他这人就嘴巴讨厌了点，心眼没那么坏。他不坏，他不坏，世上没坏人了就。你想一想啊，他马永斌的儿子和咱姑娘现在是这种状况，他会故意来气你？啊？他会故意让你不高兴，然后阻拦他儿子和咱们姑娘好？就是爸，你想想啊，麻叔这么多年来头一次上咱们家吧？对，他肯定是想来跟您和好的，因为这是赔罪的意思。这是赔罪吗？这明摆着治我的罪吗？哦，儿子撬了锁，老子拿了一堆锁给我，这不是耍我吗？儿子老的路一样的，坏透了。我觉得他没你想的那么坏。刚刚在民宿的时候，我看孙哥被徐白云给骂了，那叫一个惨。哎，人家这个项目大，事情又复杂，他这压力是够大的。主要啊，孙哥有好多事情，那原本都跟徐白云汇报过了，结果徐白云自己忙着忙着给忘了，那回头把人骂一顿。我现在看到孙哥啊，我就老想起我在城里刚开始打工的那几年，那每天醒了，不是这个领导骂，就是那个领导骂。但看到徐白云吧，我又想到我刚开始创业的时候，每天不是忙的忘了这个，就是忙的忘了那个。你辛苦啦，不过上坡路嘛，大家都不容易。是，现在到坡顶了吗？直说，你帮我摁一下，我接不了。喂，直叔啊。信浩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菲拉达的事儿。啊，你说。工作进展到现在呢，事情太多，太复杂了。徐总和小孙那边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了，又一直找不到配合分担管理工作的人。哦，是，他们之前也跟我说过这个问题。这想找到有责任心、有能力，又愿意扎根在悬崖村的人，实在是不好找。他们现在那边呢，已经出现了一些小事上失误了。我怕接下去啊，会越来越乱。支书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就直说呗。我还是希望啊，你能来做这个总经理助理的工作，分担一下管理压力，跟村委会呢对接得清晰一些。当然啊，决定权在你，我只希望你再考虑考虑。不是支书，我还有民宿那边。对呀，民宿那边不是还有昌普呢吗？我相信昌普的管理能力，他应该能管理好的。再说，我也不是一直让你在这边，你还可以回去管一下民宿嘛。那也说不过去啊！那一开始我拉着昌普搞民宿，那回头弄一半我去菲拉达了，我这怎么跟他交代啊？你想想啊，秦昊，菲拉达的项目做好了，那游客量肯定会大增啊。那到时候你们这个民宿肯定会越来越好的。你把这个道理讲给昌普，我相信他会支持你的。不行的话，我去做做他工作。那别，还是我先跟他说吧。你一上来你就出面，那回头他肯定不同意。好，那你好好考虑考虑。哎，你还可以跟月亮商量一下嘛。菲拉达这个项目对悬崖村来说非常的重要，所以你真的慎重考虑一下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支书。哎，这通电话纯属巧合，我没有之前跟支书打好配合啊。那是你想多了，我还真没这样想。没这么想就好。那这个事情我到底咋个办啊？
你怎么想的嘛？又不是请我去做助理，我哪晓得咋个办？我就是觉得呀，他们那些东西我不懂，那我过去也只能协助做一些基础工作。而且我还担心给人搞砸了。但要是不去吧，万一这个项目真出了什么问题，那我这前期的努力不全白费了吗？主要是你精力够不够用？精力倒是还行。那你就自己定嘛。怎么就我自己定了？人之初刚刚都说了，这事儿得跟你汇报汇报。哎，当面说瞎话，我听见了，人家百合姐明明说的是跟我商量，怎么到你这儿就变成汇报了？那是一个意思呀。这事情需要你批准才可以做。那我不准呢？那就不做了。我真不做，你不批准，我肯定不去。好啦，跟你开玩笑的。总之呢，你过去之后就边做边学，别让百合姐失望。不是，这么容易就同意了吗？不然呢？你看我找的这女朋友，啊，温柔贤淑，通情达理，善良大方，还有呢？可爱美丽动人。还有啥事儿？说。没有什么事儿，就是吧，有一件小事。就你看这个你哥那个人哈，我也拿他没办法，他那个暴脾气。要不你帮我打个电话？不是，你真得帮我，要不然他真会敲爆我脑壳的。电话拿来。啊？那民宿咋办？是他拉我一起来做民宿的，他自己先跑了，那算哪门子事嘛？哥，你先别着急，青蒿过去找你，跟你当面详细说说。行，别说了，说了就散伙。你看，我就知道，常普他是这样。你好好想想，过去跟他说清楚嘛。这咋说呀？你们这一家人那脾气倔起来，滚叔跟常普那脾气倔起来，确实10头牛都拉不回来。就是他们俩为什么就不能跟你学习学习呢？好了，你快点去吧，大不了就被他敲一下。那不行，那不能我一个人被敲，我得找一个人陪我一起。没门！不是，我说的不是你。艾草现在应该下播了吧？那今天艾草和小六的直播间就先到这里了啊！再次感谢大家的关心还有关爱，谢谢大家。哦，对了，在我的主页还有好多我们当地的宜绣、苗绣，还有一些当地特色的土特产品。如果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到我的主页去多帮忙看一看啊！谢谢大家，爱你们，爱你们。哎，你怎么过来了？爱你没有？我节目效果，你这呀，这会儿你就麻死了。我跟你们家凤蜜说你越来越恶心了。啊呸！你过来干嘛？哎呀，我来啊，是找你来帮忙的。呀，真怀上了？那有假？哎呀，凤蜜太为你高兴了！你看看，人家还说人家药不好使，说人鸡屎鸭屎味儿，我说了吧，好使。思月，真的谢谢你啊！江湖最高礼仪抱拳了。你等一下啊，咋了？腰酸、下坠感、妊娠反应减弱，啥意思啊？这有先兆流产的风险啊！啊！先兆流产，4月我好不容易怀上的孩子，咋个办嘛？它确实有这个风险，你应该要注意一点。大夫不是写了吗？建议卧床休息，保持情绪稳定，补充黄体酮。那你说这会不会是跟我每天风风火火跑来跑去的有关系啊？你先别激动，你先坐下啊，保持情绪稳定啊，稳定。没有一个孕妇像你这样脚底下像踩了风火轮似的。孕早期你真的要注意，我这回一定注意。4月，那这件事儿，你别告诉我艾草啊，我怕他着急。那你就在家卧床休息，重活累活少干，知道了吗？我知道了。
我一定听你的，好好休息，卧床。哎，要不然你把这个轮椅给借给我吧，我每天坐着这个轮椅上下班，我动动脚就行了，我在那儿坐着，这样最稳妥。思雨，你借给我。咱不至于，你把你的性格收收，比什么都强，封闭。你情绪有点太激动了，影响胎儿，知道吗？哦，稳定一点，啊。我太激动了哈。啊，情绪激动，收一收，调心。你说的对，思雨，别那么激动啊！对，我必须得听你的。哎呦，我的养胎，真的是。哎，你慢点儿，注意点好不好？思雨啊，我太紧张了。我知道，不过恭喜你是好事儿啊。稳定一点，稳定一点，稳定一点。我不去。你信不信我踢死你？咱俩必须得一起去。哎呦马清浩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别的什么心眼？到时候我要再去了，你们两个打起来，拉我当垫背了，再给我衣服，再给我扯烂了，我不去。不重要，走，出发了，走。你这是求人办事的态度啊？那怎么着？我给你跪下，走不走？人家好怕怕哟。你真是越来越恶心。大家想画哪样画哪样，画哪样高兴就画哪样啊！老师，我画完了，这么快？绿绿的山，蓝蓝的天上一朵云。你那就是偷懒，所以才快。胡说，人家轩宇老师给我们看的有心有画，你也是这样的吗？赵老师都说了，觉得哪样好看就画哪样，想咋个画就咋个画。那我还可以偷更大懒呢。月亮老师，是不是我在图案中间画2个圆，就说这是大脸画2个鸡蛋？也不是不行，但是我有个建议啊，你可以画2个更大的鸵鸟蛋，就偷更大的懒了。在地里走秀，这会不会土了点儿？你看，这孩子们的笑脸跟庄稼地多和谐啊！这和谐是和谐，可是这走秀总是应该在舞台上吧？我们之前一直想的啊，都是很常规的模特走秀，但对于本来就不是我们的模特来说，土地才是我们的舞台啊！这些孩子跟我们一样，都是在土地里长大的，只有站在地上，大家才能这么自由惬意，笑得这么灿烂。是啊，你看看这小崽子笑得多欢。艾草有好多张昌普和青蒿在地里笑得特别开心的照片，跟这差不多。哎呦，他们3个小时候就是太多了。有一会儿啊，他们偷萝卜被人家撵得满山跑，结果关键时刻你知道吗？青蒿那鞋就不争气，就给陷到泥里，拔不出来。结果回家被他爸一顿胖揍，我撵了一皮，拦不住。他们3个凑在一起的荒唐事还少吗？昌普，哎，你别走啊！别，哎，你别干什么？放开，要不然撞你了！哎，把钥匙还给我！哎，哥，滚！是昌普，伸手不打笑脸人，他真的过来跟你道歉，你听他说了。狗家丑！我问你，如果当初你也入股了民宿啊，他转身就跑到辫子姑娘那打工去了，你答应吗？你看你也不愿意是不是？所以说这就不是人干的事儿，这天上地下就他妈青蒿一个人呐！
不，话也不是这么说，我不是完全去那边了，我也是会管民宿的呀。啊，民宿你也管，你管得过来吗？那可以管得过来呀，不是还有你跟小勇吗？你看三娃子那把我的小赌公司张罗得多好呀。这不是张罗的事儿。我告诉你，就你这个做法，就跟你当年一模一样，说走就走，只顾自己，背信弃义，忘恩负义，抛妻弃子不是个东西。说得好。是这样啊，咱们先不说以前，我们就说说现在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怎么了？你自己做得出，你还不让别人说了？你给我回车里待着！哎，你给我站住！是这样的啊，那天呢，孙哥被徐白云骂成什么样，你也看到了，他们确实是忙不过来，而且支书给我打了电话，希望我去。你也知道，迄今为止这个项目是我们村最大的项目，也是最重要的项目，人家确实需要帮忙嘛。哎，我理解的，他们是需要人，但是有的是人啊。那招人是需要时间的呀。百合支书说了呀，现阶段我是最合适的人选。哦吼，天菩萨，听见了吗？啊！这地球去了马清豪，它就不转了。哎呀，你以为你是哪个啊？啊，你要是顺着这个思路想的话，那少了半个马清豪，有你在，那民宿不照样能转得下去吗？这根本就不是同一个问题。滚！要是给我，小心我敲你脑袋！哥，滚！这好玩是好玩，可是总不能在泥地里走秀吧？而且问题是在谁家的地里走呢，对吧？而且人家能不能同意呢？这都是事儿啊。我觉得只要我们先统一了思路，可行的话，可以让百合姐去协调一下地。再有呢，就是想想办法，怎么能在地里更好走一点。是月亮，我觉得这在地里走，可能还是没有舞台上走的感觉好呢。我也觉得是在舞台上走，然后咱们再租点什么那些灯光，晚上一走，你说那多有感觉呀！而且吧，你说到时候不光是咱们附近的村寨的人要来，还有很多是从城里来的游客。有些游客他就爱穿高跟鞋，那万一那高跟鞋一陷到泥里，就跟清豪小时候一样，拔都拔不出来，多尴尬。对，好多服装都会拖到地上，你说沾一地泥，那多难受啊！是，但舞台的话呢，还是常规，不够创新呢。那咋个办嘛？我们再想想。看看昌普那倔得跟头牛一样，怎么拉不回来，这臭脾气。你俩也是啊，跟你俩爹年轻时候一模一样，好能好的穿一条裤子，枪。抛妻弃子，不是东西。我说我不来，我来了你也骂我，他也骂我，两个人对着我一块儿使劲，整得我跟猪八戒一样，里外不是人呢。但这个事儿不要影响咱们两个的情感，我是永远会站你这边，清了吗？你不要再跟昌普聊这个事情了，我不需要你帮忙。你上哪去啊？找月亮。你把我送回村里吧。滚！你不能把我扔这样。哎！你月亮跟月亮也骂你，不是东西。干啥去啊？打酱油去，你呢？我回家。哦。老麻他，老滚他！就这种其实就挺好，你看，这种氛围是不一样的。这下面再来点。过。哎，秦昊，你咋来了？你问的稀奇麻姑，你说他咋个来了嘛？哎呦，我这脑子，快，咱们内部这些布料，对
对吧？赶紧去看看，是吧？哎，我姑对我好。赶紧的，抓紧时间啊！谢谢二位啊，好久了。来，哎，物料你们看了没有？对，赶紧的，抓紧的。你看看我这人品啊，都给我创造空间呢。行了，别贫嘴了。你来搞哪样？我来看看我女朋友在忙呢呀。肯定是被我哥给收拾了。哎呀，我这什么都没说就被你给看穿了。你说我这婚后的日子该咋过呀？那你也可以选择不过这样的日子啊。那不行，那是我梦寐以求的好日子。好了，别贫了。我哥到底咋说嘛？哎，说不通。我把艾草都叫过去了，那劈头盖脸就是给我们一顿骂，就差敲我脑壳了。早晓得会是这样。哎，我就想着万一嘛，那你都同意了，他那儿现在倒给拦住了。我哥跟我想的不一样嘛。你说同一个爸妈生出来，这俩孩子怎么就差别那么大？怎么大？你格局大，颜值高，那他呢？除了年龄大以外，啊，没有任何优势。你小心被他听到了，敲你脑壳。那我说的是事实嘛。那我哥对我比你对我好，咋个嘛？那可不一定，那以后我肯定对你比他对你好呀。行了，那你打算咋办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肯定是说不动他这个死脑筋啊。实在不行的话，还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找我嫂子。4月？他能拗得过常普吗？你也太小看我嫂子了。你仔细想想，我哥那犟脾气，他们两口子从来没红过脸，那是为哪样？那不是因为川普把4月拿捏得死死的，所以他们日子才过得这么稳当吗？那这样，你给4月嫂子打个电话，让她帮我，不对，让她为了我们村多出力。打嘛！你求我啊！我求你了。就这样。那媳妇儿，回头我给你绣个包。谁是你媳妇儿了？那马上就是了。你给我绣哪样的？你喜欢哪样的给你绣我要打紫绣。打紫？我回头问问我姑，学一学。哎呀，我好不容易把老马给说动了。你说老滚他，那老滚那什么脾气，你还不知道呀？我说过他呢。你说的有什么用啊？他从来不听你的。哦，那倒是。哎，你呀，得拿出点态度来，不能一直让他这么霸道。这以后，青浩和月亮真的被他搅黄了，你高兴吗？青浩是个男生还好说，月亮可是个姑娘，再这么拖下去，难过的还不是你们老两口吗？我晓得，我晓得。哎呀，你不能光晓得呀，你得加把力，好好说说老滚。这结呀，早都应该打开了。他们俩本来就好，搞得我们俩现在说说话还得躲躲闪闪的，就像特务接头一样，这哪儿跟哪儿啊？你说是不是啊？是。好嘛，嫂子，你帮我们跟我哥说说看呗。好，等你消息。好。我现在终于明白那句话的含义了。每一个男人身后都有一位默默无闻、付出伟大的女性。你说，我这要没了你，我该怎么活呀？别耍嘴皮子了，你的事倒是有眉目了，我这边才是真的愁呢。啊？怎么了，媳妇儿？我想把村绣做到田间地头里，这样才接地气，更有村味儿。但刚刚麻姑和凤碧说担心太土了，别让游客的高跟鞋陷到泥里去。啊，那确实好像不是接地气的问题，有点接到地底了。他们说的呢，的确有些道理，但问题是，如果按照常规舞台那套来做的话，哪还有创新，哪还有吸引力嘛？哎，要不然这样。等菲拉达建好了之后，你们在菲拉达上走秀。咋了？我说是接地气，不是接到天上去。那接天上怎么了？电视里不也天天飞来飞去的吗？我们不仅要飞，我们还要穿着盛装从菲拉达上挂着钢索，唰一下飞下来，想不火都难。你这个人吧，成天胡说八道的，但是的确让我没有那么郁闷了。那这不就是我存在的使命吗？这就是我生存的意义呀。
今天你跟秦昊吵架了？这王八蛋，恶人先告状。月亮说的。月亮说的。嗯。月亮他同意马清浩给辫子打工了。月亮说了，徐白云是看了你们掏蜂蜜的视频来的，哎，多多少少跟你有点关系，你应该多支持人家呀。支持人家？那谁支持我呀？我就不信了，这世界上那么多艺人，缺了他马清浩，这地球就不转了。清浩跟徐白云公司的人，跟咱们村里人上上下下都熟，方便沟通嘛。而且你也知道，现在从城里招到咱们农村找个工人有多难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说的这些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只晓得当初他没钱的时候，何叔都要把自己的家底子掏出来给他了，哎，我才同意入股的。现在倒好，民宿开起来了，他自己拍拍屁股给富婆去打工去了，这像话吗？嘿嘿，那你要有这本事，你也让富婆找你当助理啊！我呸！我才不给人家当小蜜的，恶心！哎呀，我看你就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啊！我是觉得人家清浩没什么问题啊，民宿你帮着看着，小勇他们又那么能干，还能上攀岩馆再多挣一份钱，挣票子，修大房子，娶月亮，哎呀，多好！他娶月亮，做梦吧他！有我在，他休想！哎呀，李思月，我是你老公啊，你怎么净替人家说话？本来就是嘛。高粱马上收好了，你也有大把的时间了。清浩上外面多叫游客回村里，游客越来越多，吃旅游饭的人就越来越多，大家一起挣钱多好呀！不行，我有点担心。月亮都不担心，你担心啥子？哎呀，不行就是不行。哎，不行，你说不行就不行啊，就这么定了。哎，李思月，你咋了？不是，你上车小心点，这裙子容易刮。来，快！那么定了啊。其实我的意思啊，就是，这个一条路想不通，我们就换一个办法嘛。那办法总是有的是。我再多想想吧。多想想我。烦不烦？我说正事呢。我说的也是正事啊。我跟常普和艾草都说过，我现在唯一的正事就是你跟民宿。你看，你自己都说民宿是正事，那也不怪我哥生气，你去帮徐白云了嘛。你不气我就好了。至于你哥，我现在不与他一般见识。哎呦，4月是吧？气叫不？我应该那。嫂子，月亮，哎，你跟清浩说，他可以去辫子老董那上班啦。好嘞，谢谢嫂子。哎，不是，这4月有点办法啊。我原来一直以为常普是一个倔牛，那没想到4月是拴在牛鼻子上那根绳子呀。有点意思啊。哎，我干啥？风斌，你看，这俩人非给我拽过来，你看，你看。喂，马清浩，太牛了！咋了？找我不行，去找4月是吗？不是我找的呀，不是你找的，是谁找的？那就月亮给打电话。那不是你跟月亮说，月亮能告诉4月？不是，是这样的，我呢是跟月亮做了个汇报，我说这个菲拉达招过去帮忙让后面的事情都是月亮自己做的主。那你也知道，我跟他之间那都是他说了算的呀。哎呀，你可真行，真会睁着眼睛说瞎话。我眯着眼，我没睁眼。滚常普啊！我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的，你也有怕老婆的一天啊！行，有机会收拾，等着啊！对，哎。你这什么态度啊？你看看，那月亮考虑的多周全。他说了啊，这个菲拉达建起来以后，人流量多了，对我们民宿也好，什么都好。你就不能站在他的立场想想问题吗？那要不难怪燕子姐说了，打小月亮就想的比你多，比你成熟。哎，你干啥呢你？人说的有道理吗？你到底是想对他动手，还是想对我动手？你吓我一跳！我看他不顺眼。他说的时候，你点什么头啊？不是那对村子好的事情吗？是不是？是啊。别菩萨，怕老婆。放屁啊！快来吧！你别喊了，咱仨谁也别说谁了，全是怕老婆的种。
啊，对，我这事儿才成了一半呢。爸，你回去吧，他不会来的。不会来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不会是通风报信了吧？我可没有啊。反正是啊，你一天不回去，我就在这守着。不是，哎呀，你看看，你看看这个，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？这是。最近这游客的反应啊，说我们这儿的菜啊确实是不错，但是他们遗憾的是在走之前没能把我们这儿的特色菜全都给品尝完。这些顾客都说我们这菜分量足，特别有诚意。这不都是胖哥的功劳吗？啊，啥我的功劳？那都是大家的功劳。能让这个客人在咱们这儿吃好玩好，那不就是咱的心愿吗？是。所以呢，我就想跟你们商量一下啊。看看咱们的这个菜的分量跟客单价呀，是不是能做一个小的调整？调整菜的分量。你看啊，咱们店里头啊有这么多的美食，可是客人为什么每一次都不能吃全吃遍呢？那就是因为咱们的分量太足了，一家3口点2菜吃饱了，那肚子里边哪还有别的地方装其他东西啊？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老传统啊！人家分量大，说明我们实诚啊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实诚这点没错。可是你反过来想啊，大家现在出来旅游，那不光是用眼睛看啊，那还得用舌头品。现在人出来吃饭呀，不像以前了，要求吃饱，现在得吃好，还得尝个鲜。那你说他们要是在咱们店里头把所有的美食都尝个遍，那旅游的小情绪价值噔一下，那不就上来了吗？对吧？我大概听明白胖哥的意思，他是觉得啊，我们的诚意是足够了，但是这样的话，游客的选择面就变窄了。说的对。我现在是怎么想的？我就想着把那个菜的分量给它减少，同时客单价也给它降低，这样客人就能用跟以前一样的价格，能吃比以前多好几倍的菜。那到咱们这儿，那所有的美食，那不就全尝遍了吗？哎，那就先这样吧。我们把菜量减少到原来的1/3，把价格也调到原来的1/3，但是我们要保证质量，要跟原来一模一样。那你放心啊，那在村里头呢，我也是一个村中米其林啊，简称叫村里。能我在那的小质量的，咔咔的。有胖哥在呀，餐饮这一块交给他，就放心吧。那是。哎呀，麻叔来了。爸，你们是不是谈正事呢？啊，说点以后该怎么发展。我是不是来的不合适？没，聊完了，聊完了已经。行，那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好嘞啊，拜拜，胖哥。哎，我听你燕子姐说你在这儿呢啊，正好我碰上了。哎，云峰的，哎呦，知秋的。谢谢爷爷。哎，这儿我不能坐吗？啊，可以，你想坐就坐啊。爸，你咋个来了？我不能来吗？我也是大股东啊。就是，看你这话说的，这老吴还是麻叔的，对吧？对。哎呀，还是常福会说话啊，不像你爸爸。麻叔，其实我爸说话跟您也是，常普啊，我跟你爸是我跟你爸的事儿你们哥俩是你们哥俩的事儿，咱们爷俩是咱们爷俩的事儿，各论各的啊，不妨碍。爸，哎呦，来了吗？来，在哪儿？啊？你回家睡吧，在这多不舒服啊。不是，我在这挺好的，我等着呢，拿了锁我等着。啊，我上楼查资料去了。那好啊，你去吧，你去忙你的，我不耽误你事儿。他真不敢来。就是那锁头的事儿，
你说他死坏了，你们该一把锁头。我作为他的家长，我是不是应该得赔？我想制造一种很祥和的气氛，大家在友好的气氛中把这个问题解决掉。我没别的意思。我跟我爸也是这么说的。我说麻叔啊，他就是来赔礼道歉的，没有啥别的意思。对呀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老爷子，你先打住啊！你今天到底是来闹哪样的？我没闹哪样啊，我就是想过来看一看。你是不是想去见月亮？你不想去见吗？你是不是想见月亮？有点儿。这样，咱们今天先不去，好吧？你不知道那鬼叔啊，他最近老守在月亮的屋子里，一会儿去了碰见了又闹起来怎么办？你知道，你等我过2天，我找个机会，我给这个鬼叔的气儿给捋平了，我们再去看看，好不好？